今日开始香料20。诸位准备了这么久，该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和织造不同，香料20为闻香。你们需在10几种混合的香料中分辨出5种以上，方可进入下一轮。有1炷香的功夫，时辰到未写出5种者，便算出局。这些都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香料，又被碾成粉末，若非嗅觉灵敏，确实难以分辨得出。记下，这个是紫竹叶，可以吃的。这些书里记载了许多花草药理，是根本之所在，必须熟读牢记。时辰到，请公主过目。香料20，猜出5种及以上的仅有2人，一位是香草堂的倪老板，写出6种且全部正确；另一位是宁香阁的周夫人，写出8种且全部正确。香料20，周夫人和倪老板进入3试。袁大人，请宣布规则。这第3试，你们2人需调制一款夏季用的香膏，留香长久为胜，限期5日。为了能做出最好的香膏，特许你们2人使用我们公事局库房里最好的香料。诺。这公事局的香料果然是1等1的好，是吧？霓裳，参见王爷。王爷，奴婢先行告退。你怎么来了？猜到你会领出入库房的牌子，于是便在这里等你了。这来库房的机会可不是随时都有的，如今得到特许，当然想来见识一番了。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！我打算去查库房里的老账本。要是查到账本，你有把握看出什么名堂吗？我若是能查出当年那批珍珠粉的出入账，便有了线索。哦，怎么说？从小哥哥便教我，这账本上呀，虽只有数目，但会给我们一些提示。比如说，这个月的绸缎数量大增，说明最近城里面大小宴会频繁，所以需要的绸缎便会增多。相应的，那下个月的绸缎进货量便会减少。不然的话，陈货囤积便会占着本钱。又比如说，这个月的珍珠进货量为空缺。那说明东海台风不能出海，所以下个月就会大批的购进珍珠贝壳等饰材，便会大量囤货了。因此，查出当年的出入账极为关键，可以看出那批珍珠粉是谁的手尾，中途有没有被人动了手脚。不过，他们只准许你动用香料，用什么借口去查账本呢？这个嘛，我到时候自有办法。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处处小心。倪老板，这边请。这边。
里就是集房，倪老板，您慢慢找，我们在外边等你。多谢。这个霓裳，仗着自己在香料比试夺了彩，竟然使唤起咱们来了。这么大半夜的，非要到集房找东西，害得我们要看着灯火，不能歇下。哎，真是倒霉。可不是嘛，不就做个香膏吗？到集房干什么呀？还要找什么大年纪？就是啊，烦死了。哎，算了，别说了，免得让他听见。人家如今啊，可是个红人呀。哎，听见就听见了呗。等比试完啊，他们也就出去了。到时候啊，他们享他们的福，咱继续吃咱的苦。当年的那批珍珠粉，这里头并无记载。若是有新诬陷，就更不会记录在册了。二位姐姐，辛苦了，我找到东西就先走了。倪老板不必客气，等您夺了魁，记得请我们吃酒就是。是啊，那就多谢姐姐们的吉言，告辞。您慢走。咱们也赶紧歇着吧。就是啊，站得我脚都酸了。二位姑娘，啊，我是兰昭使臣吴一，公主派我来库房找点东西，这是目录。吴一大人要找的东西这么多，今儿大概是睡不成了。索性就别睡了，反正瞌睡虫啊，早被香草桃那位给打跑了。难道这么晚了，霓裳姑娘还在库房找东西不成？啊，那位去的不是库房，是集房，不过人已经走了。吴一大人，您请进吧。
歇会儿。公主殿下，无疑不会踢毽子，不然您还是跟小侯爷一块玩吧。哎呀，我俩玩这么久都玩腻了。无意，咱俩下棋啊？哎，你棋艺如何？我不会下棋。啊？那你除了织绣就没有别的爱好了？没有了。真没劲，心月也不会下棋。算了，我还是去公事局和那些老婆婆下吧。哎，刘子轩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连找那些老婆婆聊天都不愿意陪本公主？你可别瞧不起公事局那些老婆婆，她们呀不仅棋艺了得，而且肚子里的故事千奇百怪的，听一年都不带重样的。我才不听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。哎，他们都在那儿待一辈子了，什么事儿没见过，还用得着胡编？这进城之内，从公事局到青柳阁，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都在他们肚子里呢。哎，我没事就去找他们闲聊，可有意思了，比外头说书先生强多了。新月，改天让我带你去。今儿我先走了。当真？我瞧得真真切切。这个霓裳在公事局集房里翻什么大年纪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他想查什么东西？二叔，这个霓裳素来跟我们有仇，他不会是想找机会对付苏家吧？毕竟苏家跟公事局过往甚密，可有什么首尾落下的把柄？可纵有什么首尾，他也不可能知道啊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文秀，你先回去帮我盯紧这个女人，容我再做打算。二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文秀，你许久未回家了，今晚就在家住一晚吧。你虽然跟文宇不睦，但毕竟是夫妻一场，你们分开这么久，难免生疏了。这女人啊，不要这么硬气，该服软的时候就要服软。二叔，对苏文宇服软的时候已经过去，我对他早已死心。可你毕竟嫁进了苏家，这长此以往，对你自己又有何益呀？哎，我看文宇也并非铁石心肠，以后几十年，我和他并没有几十年要过。二叔，您不用劝我了。如今我只想在竞标大会上夺魁，为苏家争光的时候，二叔别忘了对我的承诺就好。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哟，这不是苏大少爷，进来可好啊？你又在和我二叔商量什么阴谋诡计，对付霓裳呢？是啊，你的霓裳姑娘，我怎么会让她好过呢？文秀，放下仇恨吧，不要为了仇恨迷失你自己。你现在，我怎么了？我现在过得很好，苏文宇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让你后悔。看不起我的人，我都会让他们后悔。那你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名声。就算是不为了苏家，为了你自己，你也要活得体面一点。最没有资格说这话的，就是你，苏文宇。如今想在库房里找线索，已是无望，也接触不到公事局的账本。当年的事，早已被人遗忘。我该如何是好？爹，娘，姐姐，你们在天有灵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
谁啊？旧案无踪，旧事可寻，旧人可问。竟有人知道我在搜寻当年谢家的线索，此人是敌是友？这人可能是在提醒你，旧案有迹可循，至少非敌。旧事可寻，旧人可问。这我应该问什么人啊？旧人。唉，天天刷着便桶，搞得我回家饭都吃不下。没办法，这就是咱们的命。谁说不是？再把这边刷一刷吧。哎呀，婆婆们好。哎，给你倒就好了。婆婆好，我是来参加竞标大会的商户，我叫霓裳。我做了好多胭脂香膏，想拿来给各位试试。婆婆。嗨，我们城日里刷着便桶，又都是黄土埋了脖子的人了，涂什么香膏？你以为都跟你们这起子年轻狐狸一样呢？您这话就不对了。有什么不对？就算年纪再大，那也是女人。这女人天生爱美，年轻的有年轻的美，年长的有年长的美。再说了，就算脸上长了皱纹，身体不便，那也得把自己收拾得香香的，不管别人，自己闻着也高兴。您说是不是？说得好。哎呀，说得好啊！你这个老太婆呀，哎，人家姑娘好心送香膏来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你还凶，你都吓着人家姑娘了。多谢这位婆婆。哎，姑娘，要不嫌弃的话，这香膏送给我这老太婆，可使得呀？使得，我帮您试试。哎，好好。哎，这香膏呀，抹在耳后，就可以留香1天呢。嗯，好。还有手腕。好。哎。哎，好，这膏子可真香啊！真的。哎，连便桶的臭味都闻不到了，真是好东西。这送给您2位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婆婆，送您。您要是不喜欢，就拿回去送给女儿、儿媳妇，让他们试试吧。嗨，人家姑娘一番好意，还不快收下？收下，收就收。我说姓王的，你也别仗着自己是这里头资历最老的，整天凶巴巴的骂人。骂人？哎呦，真香！我骂你怎么了？啊？骂你怎么了？谁让你不识好歹呀？睁眼看看，整个这公事局有几个肯拿正眼看我们这些老东西呀？难得人姑娘把我们当人，你还打起架子来了你？哼！姑娘莫怪啊，我们玩闹惯了。哎，往后你要有什么好东西呀，你尽管拿来啊。是的，反正我们这些老东西闲着也是闲着，帮你鉴赏鉴赏，不费什么事儿。婆婆，
您可是这里资历最老的。那是，我来的时候，他们还不知在哪儿。我呀，最喜欢听老人家讲故事，可以听听这上下几百年发生的事儿，长长见识。要是以后我还有空，可以找您聊聊天吗？哎，好啊，姑娘闲了尽管来，我老太婆正无聊呢。太好了，姑娘，来的时候可别忘了带东西啊。这个老东西啊，最贪便宜了。想听好故事，不送礼可不行啊。哎，好呀，我还新调制了许多口汁，下回拿来再给各位试试。口汁？嗯。哎呦，好啊！我老太婆可是好多年都没用过这东西了。这口汁呀，也是我新研究出来的配方，里面还加了珍珠粉，跟普通的相比啊，更加香甜细腻。珍珠粉？罢了罢了啊，我可不敢用。哎呦，婆婆，有何不可呀？哎呀，珍珠粉做的东西，我可不敢领教。你呀，还是去送给别人吧。啊，婆婆，这珍珠粉做的东西为何不能用？还请婆婆明示。哼，不是我老太婆吹牛啊，就连天家御赐的珍珠粉，我都领教过，可惜。你那普通的货色，我就更不敢领教啦。御赐的珍珠粉，苏老板这块玉珏，成色甚佳呀！啊，听闻袁大人好玉器，小人特意找来献与大人。这苏家的事，还望大人往后多多关照啊。苏老板这回的事情倒是新奇，这霓裳和苏家有仇，苏老板莫名其妙地扯出了当年旧事，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？哎，这当年之事啊，一直在我心里是忐忑不安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便如惊弓之鸟，那是备受煎熬。大人莫怪小人小题大做，实在是这霓裳无缘无故地翻越公事局卷宗，这令人担忧啊。当年之事已经斩草除根，你还怕什么呢？话虽如此，可是时过境迁了，本官不想再牵扯进来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大人，这霓裳的事情真不想再查一查？此人凭空出现，又牵扯甚多，本官自然会去查。大人，那宜早不宜迟啊！这霓裳现在在公事局那是风头无两，再拖下去，这万一他在公事局的竞标夺了魁，那苏老板，你有些日子没到我这里来了，咱们的情分也生疏了很多。好在令侄懂事，常常想着到我这里来走动走动。今日苏老板拿了一块玉珏，却提了诸多要求，不知是何用意呀？如今啊，我这家中事务繁杂呀，我疏忽了袁大人，还望大人见谅。只怕不是疏忽，是有意疏远吧？时候不早了，本官就不留苏老板叙旧了。阿木，苏老板，请。小人先告退了。
阿木，在。霓裳。诺。哎。 哎，哎，福三儿，福三儿，谁呀？我阿强，趁高大人不在家，咱们出去赌钱喝酒去。我要是出得去，还用你叫吗？ 高轩那两口子呀，已经给门房人发话了，只要我逃出去，就要打断我的腿。我带你走后门。快点儿！哎呀，快走了，天香楼的姑娘正等着你呢。怎么走啊？这个，从这儿走。兄弟，你太仗义了，我怎么谢谢你啊？嗨，自家兄弟。小点声，悄悄的。你谁啊？歇了。大人不好了，大人！放肆！你当这什么地方？福三儿跑了。哪个福三儿？我外侄儿啊，就是我们上次派去给欧阳子瑜下药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出去！出去！不是把人打发走了吗？怎么会跑呢？本来是想打发走的，但是我夫人不让，我就心想着把他藏起来，这没想到今儿一早人没了。那不赶紧去找？如果欧阳子瑜先找到他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已经派人找了，大人，但是我怕呀。您说这人要是让欧阳子瑜抓到了，那就让他永远闭嘴。大人，那是我外侄儿啊，文秀有一言，斗胆讲给二位大人。欧阳子瑜虽为王爷，但在京城中却毫无根基，且人员淡薄。袁大人身为公事局统领，手握实权，分量不逊于他。福三儿这事儿可大可小，就算闹到天家那里，天家也未见得会为他主持公道。到时候高大人一口咬定是福三儿惯作强盗，谋害欧阳子瑜也是为财，与民无干。福三儿凭空一张嘴，还能坐实什么呢？袁大人，高大人府上的人作案，也没有将您牵扯进来的道理啊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大人，此事确实是高大人太沉不住气了，先回去歇歇，顺口气再说。
不愧是苏家的少奶奶，当真是有点见识。能为大人分忧，是文秀的荣幸。王爷，王爷，那家伙招了，果然是高轩那胖子捣的鬼，为的就是不让您参与公事局的事儿，怕你影响他们发财。高玄只是小卒，袁道成才是背后主使。王爷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仅凭一个富三儿的证词，扳不倒袁道成，先关起来，有必要的时候再放出来狗咬狗。明白。婆婆，王婆婆，是你呀，姑娘。哎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呦，坐。婆婆，您别喝太多酒了。我呀，给您带了些卤牛肉，是我亲自卤的，您尝尝。哎呀，没想到还有这手艺，哎，好吃。莫不是天女下凡了吧？婆婆，您要是喜欢吃呀，我下次再多做一些。婆婆，我有件事想问您，就是您昨日说那珍珠粉用不得，这是为何？啊，您莫怪，我是做脂粉的，这好奇就想来问个究竟。当年公事局进来过一箱，我呀偷了点出来，把它分给姐妹们了。她们呐，把它跟那个花粉调在一起，用它敷脸。没想到第二天她们的脸就肿成猪头了。你说这用得用不得？这公事局买的，想来都是好的，怎么会肿成猪头了呢？是呢，我记得那还是御赐的珍珠粉呢，封存了，放在库房里，说是要送到谢家去的。可是城东做绸布的谢家，正是。是。那个时候啊，公事局这儿管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。我们偷东西拿去卖，或者自己用，那是常事儿。我是想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总得自己享用才是啊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一进了库房，就坏事儿。
苏公明。就是他。我就看见他呀，在那个珍珠粉河边上一阵的捣鼓，不知道鼓什么。后来等他走了，我呀就拿我的簪子，把那珍珠粉河边上我家里给问了，用那黄纸我卷了一个细细的卷儿，然后我偷了一点珍珠粉出来，没想到回去一用就坏事儿了。他们的脸都肿成猪头了。后来这个事儿啊，被管事的知识知道了，臭骂了我一顿。婆婆，那苏公明去公事局可是去送什么东西的？哎，苏家跟公事局向来有来往。往里送东西，那是常事儿。那您的意思是，他进去之后也接触了珍珠粉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就看他在那一阵捣鼓，不知捣鼓什么。那苏公明进去可会有记录？管事的赵知识负责检查进出的东西，赵知识，他那儿应该是有记录的吧？婆婆，婆婆。难道是苏公明对珍珠粉做过手脚？那就说明这珍珠粉到你家之前就已经被调换过了。可是当年我家收到珍珠粉的时候，上面御赐的封条是完好无损的。苏公明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伪造御赐封条，他一个商人，又怎么可能随意进出公事局的库房呢？除非袁道成。不过此事还需要证据。我再去找，一定能找到的。